张学良接管东北的第2年，抓住了一位17岁的抗日少年。张学良好奇地问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少年说：“我叫金成柱。”这个金成柱就是现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爷爷，也是咱们这一期内容的主角。不过后世呢，更喜欢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金日成。此时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17岁的小男孩将成为朝鲜的开国领袖，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金日成是土生土长的朝鲜人，那为什么一个朝鲜人会出现在中国东北，又被张学良抓住呢？这就得从金日成的爸爸金亨济说起了。1910年8月29日，朝鲜半岛正式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开始在朝鲜烧杀抢掠，还逼着朝鲜百姓说日语，每天宣读效忠天皇的宣言。此时在朝鲜西北的一个农民家里，16岁的金亨济咬牙切齿地喊道：“誓死不当亡国奴！”一边说一边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了致远2个字。他把这张纸挂在墙上，每天鞭策和提醒自己。金亨济曾经对自己的父母说：“不能光复祖国，还活着干什么？我就算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如果我在战斗中倒下，就由我的儿子来干；要是儿子也不能成功，就由孙子来接着战斗。反正一定要争取国家的独立。”属于是朝鲜版的愚公移山了。为了抗日，金亨济在平壤建立了地下反日组织朝鲜国民会。这个组织里呢，全是不想屈服于日本统治的爱国青年。可怎么让组织扩大成了一个难题。金亨济想了一个绝佳的办法，当老师。当老师有2个好处：第一，可以在讲课的时候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悄悄宣扬爱国思想；第二呢，用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可以招揽更多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很快啊，朝鲜国民会成了朝鲜最大的反日组织，全国各地都有朝鲜国民会的身影，就连咱们中国的吉林、北京、上海等城市啊，都有朝鲜人的反日势力。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势力越来越大的朝鲜国民会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怒了，开始派人彻查。很快，日本人就盯上了金亨济。有一天，金亨济正在上课，突然闯进来3个日本警察，二话不说就把金亨济抓走了。当地的朝鲜人听说这件事啊，聚在一起要拿请愿书去保金亨济。日本人硬是顶着朝鲜人的压力，强行把金亨济送进了监狱。金亨济在狱中过得很惨，朝鲜国民会的成员在外面过得也很惨。日本人开始对他们进行了更加严酷的清洗。出狱之后的金亨济啊，也不得不经常转移活动地点。小金日成就这样跟着父亲搬了一次又一次的家。可每到一个新地方，金亨济都会被日本人重点关照。没办法，金亨济决定带着金日成一起逃到中国的临江。这一年，金日成才8岁。咱们可以设想一下啊，一个8岁的小孩要远赴异国他乡会是什么心情？金日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着重写道：“我们离开的这一天，天气格外的阴沉，晚秋的落叶被风吹到了渡口，散落飘零，天空里的候鸟成群结队的向南飞去。看着这些鸟，我心里更加觉得凄然。”不过老天对小金日成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命运早在中国给金日成安排了一位挚友，这位挚友将给他献上最好的助攻。1924年12月，抚松县第一小学来了一位转校生，老师安排这位转校生呢坐在了当地副少的旁边，2个人就这样当起了同桌。副少的名字叫张卫华，而这个转校生正是金日成。张卫华对中文不是很流利的金日成非常照顾，金日成呢也很喜欢和张卫华在一起。巧合的是啊，张卫华的父亲和金日成的父亲也是好朋友，因为他们2个有共同的抗日理想和抱负。有了父亲这边的关系啊，金日成和张卫华走得越来越近。2人一起上课，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下课之后啊，金日成还会跑到张卫华家里玩，有时候玩晚了，甚至会直接住在张卫华家里。后来革命之风席卷了整个中国，金日成也接触到了红色思想，一颗红色种子开始在金日成的心中悄悄地发了芽。金日成也慢慢地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就在一切向好的时候啊，一场意外发生了。金日成的父亲金亨济因病去世。金亨济对金日成的期望很高，他想让金日成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所以给他起名金成柱，这也是金日成原名的由来。金亨济在临终前呢，叫来了妻子说：“我这有2支枪，我死之后若是被发现会出麻烦，你把它埋藏在地里吧，等成柱长大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再拿出来交给他。”金日成心中那颗红色的嫩芽在父亲去世的冲击下开始了爆发式的生长。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开始一边革命一边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张卫华在他的影响下，从一个富家少爷也变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2个好朋友还一起创办了革命报刊《新日》。此时张学良刚刚接管东北，还不想跟日本人撕破脸，于是抓住了印刷反日报刊的金日成。听说好友被捕啊，张卫华赶紧去找他的父亲帮忙。
最终在张伟华父亲的帮助下，金日成才成功脱险。这次失败呢，让金日成意识到，要想完成父亲的遗志，光靠报刊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可现在该怎么办呢？一位35岁的中年人给他提供了思路。中年人说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对，拿枪。金日成顿时醒悟了，我得让日本人尝尝子弹的滋味。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看着东三省一点点被日军占领，金日成是既悲痛又愤怒。他做出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听说自己的好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伟华给金日成送了一份超级大礼，40把枪。在当时那个年代，一把枪有多珍贵呢？我举个例子有时候为了夺敌人一把枪，要牺牲很多人的生命。各位可以脑补一下这40把枪的含金量。张伟华为了搞到这40把枪瞒着父亲花了很多钱。张伟华的父亲知道后一开始很生气，后来听说这些枪是送给金日成的，立刻转变了态度，快给程柱送去。金日成看到好友给自己带来的枪，非常激动。金日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经写道，如果没有张伟华送来的枪，就没有现在的朝鲜人民军。其实金日成说的一点也不夸张，这40把枪确实让他完成了逆袭。他先是拿着这些枪在安图县建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来这支队伍呢和周边的几支游击队合并，扩编成了汪清抗日游击队。金日成成了汪清游击队的大队政委。2年后，这支游击队并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独立师。金日成在抗日名将杨靖宇的手下担任起了第3团的政委，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金日成在之后的多场战斗中呢，都立下了赫赫战功。金日成这个名字也开始渐渐被人们所熟知。此时被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开国领袖在异国他乡正忙着策划一场大戏。1937年6月4日晚上，朝鲜边境的普天堡警察局里的5名日本警察正在像往常一样悠闲地值着夜班。忽然一声枪响，警察们意识到不好，我们被人偷袭了。其中一个警察呢，刚想打电话摇人，却发现电话线已经被掐断了。还没等日本人反应，金日成就带人杀了过来。日本警察呢被吓得仓皇出逃。金日成抢了一些弹药和财物后呢，就放火烧了警察局。日本人的反应很快，金日成他们刚想撤退隔壁镇上的警察就追了上来。金日成丝毫不慌，在路上设伏，打伤了日本警察14人，打死7人。虽然这场战斗不算大却意外地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朝鲜的报纸开始大肆宣传金日成的事迹。此时的日本在朝鲜已经经营了20多年，朝鲜民众们对日本的统治是敢怒不敢言。这时候有人带着兵把日本人打了，得是多振奋人心的事儿此战之后，金日成成了朝鲜民众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日本人气坏了，开出了2万日元的赏金捉拿金日成。这2万日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我这么跟你说这些钱折合成现代人民币大概是1400多万。金日成的高光时刻还没亮多久，就迎来了日本人的反击。1个月后，77事变爆发，日本人开始不断的往东北增兵，金日成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他们所在的部队在日本的围剿下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实力，金日成不得不带兵撤退到苏联的远东地区。此时金日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刚刚有点起色，现在又逃到了另一个异国他乡，父亲的遗志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呀？此时金日成怎么也没想到，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了一切，他要借势崛起。来到苏联之后，苏联人接受了金日成的军队，把他们改编成了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这个旅一半是苏联人，一半是抗联的东北人和朝鲜人。金日成担任一营营长，在担任营长期间，他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说金日成这个人不只会说朝鲜语，还会说流利的中国话，也知道一点俄语。虽然口音很重，但是不影响交谈。金日成这个人纪律严明，做事认真，对部下要求严格。1945年8月8日，这一天对金日成来说是在苏联的日子里最开心的一天了，因为这一天苏联对日宣战了，终于能杀日本人了。更让他激动的是苏联这次不仅要打败日本关东军，还要解放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听到解放朝鲜，金日成别提多开心了，他一刻也不想等了。紧接着金日成跟着苏军开始反攻东北，迅速占据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57个战略要地。紧接着小男孩和胖子在广岛和长崎开启了烧烤派对。仅仅过了几天，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日本投降，朝鲜人民终于翻身了，父亲金亨记的遗志终于完成了。可真的完成了吗？现实让金日成失望了。日本投降之后苏联和美国这2个超级大国都想在朝鲜半岛上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他们就把朝鲜半岛分为2半。眼看父亲的遗志又成了泡影，金日成感觉到了绝望和无助。
他终于明白自己在大人物面前连尘埃都算不上，他们的一个决定就能改变整个朝鲜半岛人民的命运。如果自己不变成大人物，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要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小人物翻天的机会。这天金日成和往常一样待在军营里，一个自称远东方面军政治部第7处处长，太绕口了，怎么叫他处长啊？一个处长找到了金日成，让金日成和他一起去出席训练课。金日成用不太熟练的俄语接待了这个领导，他在训练课上呢亲自上场讲解和展示，领导对他很满意。此时的金日成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接待的这个领导成为他逆天改命最大的恩人。第二天，金日成就被元帅叫到了办公室。原来苏联要培养一个朝鲜的领导人，而金日成就在备选人名单里。为什么选金日成呢？因为自从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之后，美国在朝鲜半岛南边扶持起了李承晚建立的亲美政权，就是现在的韩国。苏联也想在朝鲜的北边扶持一个亲苏的政权，可是选谁却犯了难。苏联这边首先想到的人是曹婉植。为什么选曹婉植呢？因为曹婉植是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的委员长，在抗日时期多次拒绝和日本人合作，所以在朝鲜民众心里威望很高。但是苏联人发现曹婉植这个人表面上维护苏联的领导，背地里却是一个反共主义者，所以选谁又犯了难。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苏联元帅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报告，报告里写了金日成这个人会3国语言，尤其是汉语很流利，虽然俄语有点蹩脚，但是交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很善于思考，对局势的判断能力也很强，最重要的是他也很有威望，也深得朝鲜人民的爱戴。苏联元帅一拍桌子，就他了。于是就有了开始的一幕，把金日成叫到了办公室。金日成反应很快，一下子就意识到接下来回答的每个字都将决定着他未来的走向。元帅问他朝鲜的情况，他都回答得很好，尤其是问到对苏联的态度，金日成是举双手赞同，那是绝对忠诚。元帅很满意，给金日成胸前挂上苏联的红旗勋章。可是得到苏联方面的认可才仅仅是上位之路第一步。此时的朝鲜党派林立，金日成又是怎么一步步把他们全部都打趴下，把实权握在自己手里的呢？咱们下一期好好聊一聊金日成的光复之路。